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是关于我最近帮一位上海女孩雅文牵线搭桥认识的台湾男生浩然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感触很深，真的是两岸文化差异的完美写照啊。雅文是地地道道的上海女孩，在陆家嘴某知名外企工作，年薪50万以上。人长得漂亮，性格也很开朗。去年通过我认识了在上海开分公司的台湾企业家浩然，两个人一见钟情，经过半年的恋爱，今年初就举办了婚礼，雅文也随之移居台北。谁知道前几天雅文突然打电话给我，声音都快哭了，丽姐，我要崩溃了，我真的适应不了台湾的生活，尤其是早餐。我一听就觉得奇怪了，早餐有什么好崩溃的？但是听完雅文的描述，我才明白这里面大有文章。原来在上海生活的时候，雅文的早餐一般都是在公司楼下的连锁咖啡店解决，每天一杯美式咖啡配可颂或者三明治，偶尔也会去茶餐厅吃个港式早茶。周末在家的时候可能会点个外卖，要么就是煮点燕麦粥配水煮蛋，这些都是很多年轻白领的标配早餐。但是到了台北之后，雅文发现台湾人的早餐文化完全不一样。首先让他震惊的是，台北街头到处都是早餐店，而且从清晨4、5点就开始营业，一直开到上午10点左右。更让他目瞪口呆的是，这些早餐店里的客人从凌晨就开始陆续上门。丽姐，你根本想象不到，我第一次跟我老公去吃早餐的时候才早上6点，那家店门口就排了好长的队。而且你知道最夸张的是什么吗？雅文语气中充满难以置信。队伍里有穿西装的上班族，有骑机车的外送员，还有一大群穿校服的学生。6点钟在上海这个点我都还在睡觉呢。确实，这就是两岸生活习惯的第一个巨大差异。台湾人普遍起得很早，早餐文化也特别发达。而在大陆的一线城市，特别是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年轻人的生活节奏往往是早上9点才到公司的节奏。不仅仅是用餐时间，台湾的早餐内容也让雅文很不习惯。记得她第一次跟着老公去早餐店，看到菜单的时候就惊呆了。台湾早餐店的必点套餐是奶茶加蛋饼或者豆浆加蛋饼，还有各种口味的三明治、汉堡、吐司。丽姐，你猜他们怎么吃三明治？雅文说到这里就很激动，居然要加一个荷包蛋，而且面包片要烤得超级酥脆，抹上一层花生酱，再加上生菜。这跟我在上海吃的完全不一样。在上海，三明治不都是冷的吗？而且通常是火腿片加奶酪片那种。听到这里，我不禁笑了。是啊，这就是台湾特色早餐文化。在台湾，早餐店几乎都配有专门的厨房，可以做现煎的荷包蛋、培根、现烤的吐司。而且台湾人特别讲究早餐要趁热吃，所以几乎所有的食物都是现点现做的。说起台湾的早餐文化，还有一点让雅文特别不适应，那就是台式早餐的油条和豆浆。丽姐，你知道吗？台湾人的油条跟我们上海的完全不一样。雅文跟我抱怨说，台湾的油条又长又细，外皮特别酥脆，里面是空心的，而且他们居然把油条切成小段，裹在蛋饼里面吃，这简直太颠覆我的认知了。确实，在上海，油条通常是配豆浆或者馄饨一起吃，但在台湾，油条的吃法可就太多花样了。除了裹在蛋饼里，还可以夹在吐司中间，或者配上特制的酱料直接吃。而且台湾人特别讲究油条的口感，一定要现炸，酥脆不油腻。说到豆浆，这个就更让雅文震惊了。丽姐，他们的豆浆是甜的，而且可以加珍珠。雅文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充满了不可思议。在上海，传统的豆浆都是咸的，而且通常是纯豆浆，最多加点咸菜。但在台湾，豆浆除了可以加珍珠，还可以选择要不要加糖，甚至还有焦糖豆浆、黑糖豆浆等特色品种。更让雅文惊讶的是台湾人的饮食习惯。我老公每天早上雷打不动要吃热腾腾的餐点，说什么冷冷的食物对胃不好。有一次我想偷懒，想直接去便利店买个三明治打发一下，他居然说那样会胃寒。听到这里，我不由得笑了，这确实是两岸的文化差异。台湾人普遍比较重视养生观念，认为早餐一定要吃热食。而在大陆，特别是年轻人，可能更注重便利性，常常随便应付一下。还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在台湾的早餐店，几乎每个座位上都会摆放一份当天的报纸。丽姐，你能想象吗？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这么多人一边吃早餐一边看报纸。雅文说，而且不只是老年人，连年轻人也会翻翻报纸。顺便聊聊新闻，在上海，大家不都是低头看手机吗？确实，这种悠闲的坐在早餐店里，一边喝豆浆一边看报纸的生活方式，在节奏飞快的上海已经很少见了。
这也反映出两地生活节奏的差异。不过最让雅文受不了的是台湾早餐的分量。天啊，丽姐，他们的早餐也太能吃了吧！雅文说，一份标准的台式早餐套餐通常包括一杯饮料，再加上主食，比如蛋饼或三明治，还会再加一个小菜，比如泡菜或者花生。我老公每次都说早餐要吃饱，这样中午才有精神工作，但是我真的吃不下那么多啊。在上海，很多白领可能就随便吃点就去上班了，但在台湾，早餐是一天中非常重要的一餐。台湾人认为早餐吃得好，一整天的精神状态都会不一样。最神奇的是他们的早餐价格。雅文说到这里，语气里带着惊喜，一份超大份的套餐折合人民币也就20多块钱。在上海，一杯星巴克的美式咖啡就要30多了。而且台湾的早餐店几乎都提供外送服务，打个电话10分钟内就送到家。是啊，这就是台湾特色的早餐文化，不仅价格亲民，而且非常注重服务质量。很多早餐店的老板都会记住常客的口味，看到熟客来了，还没开口就知道要点什么。雅文说，其实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台湾的早餐文化还挺有意思的。虽然一开始不习惯，但是现在我也开始享受这种温饱感了。而且每天早上去早餐店还能遇到很多邻居，大家都会互相打招呼，感觉特别温暖。听到这里，我觉得特别欣慰。文化差异确实存在，但是只要用心去体会，其实每种文化都有它独特的魅力。说到早餐文化的差异，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雅文告诉我，台湾的早餐店几乎都会提供套餐升级的选项。丽姐，你知道什么叫套餐升级吗？雅文笑着说，就是可以多加一个配料，比如说原本点了蛋饼，可以多加一根油条或者火腿，只要加个5、6块钱新台币。我老公每次都说，哎呀，才加个几块钱而已啦，吃饱一点比较好，然后就帮我把套餐升级了。这种升级文化在台湾特别普遍，不管是早餐店还是便利店，都会提供各种加料的选项。比如说一杯奶茶可以加珍珠、椰果、布丁等等。这种客制化的服务在大陆也越来越普遍了，但是在台湾，这种文化已经深入人心几十年了。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台湾早餐店的服务态度。丽姐，你绝对想不到，早餐店的老板娘每天都笑眯眯的，而且说话特别温柔。雅文说，就算是早上5、6点，店里特别忙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很有耐心的问要不要加料，要不要加糖。在上海，我都是用点餐软件，根本不用跟人交流的。确实，这就是台湾服务业的特色。他们特别注重人情味儿，即使是再小的店，也会把客人当成自己的朋友来对待。而在大陆的一线城市，可能更强调效率，所以更多采用自助点餐或者线上点餐的方式。丽姐，还有更夸张的。雅文继续说，有一次我感冒了，去早餐店的时候，老板娘居然记得我平时都点什么，还特意提醒我说今天不要喝冰奶茶了啦，来杯热豆浆比较好。这种关心真的让我很感动。在台湾，很多早餐店都是家庭式经营，一家店可能开了10几年甚至几十年。老板们都会记住常客的喜好，甚至记得客人的生活变化。这种人情味在快节奏的大城市里确实很难得。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台湾早餐店的另一个特色——外送文化。丽姐，台湾的早餐外送真的太方便了。雅文兴奋地说，基本上打个电话，10分钟内就送到了。而且外送员都会很贴心的把食物包好，豆浆也用特殊的杯子防漏。最神奇的是，居然不收外送费。在台湾，早餐外送是一种很普遍的服务，很多上班族都习惯提前打电话预订，让早餐店在指定时间送到公司。这种服务在大陆也很普遍，但是通常都要通过外卖平台，而且会收取配送费。不过最让雅文感慨的是台湾人对待早餐的态度。我老公说，早餐一定要好好吃，不能随便应付。雅文说，在台湾，很多人宁可早起半小时，也要坐下来好好吃个早餐。不像在上海，很多人都是边走边吃，或者到了公司才随便吃点。这种好好吃早餐的观念，在台湾是很普遍的。他们认为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不仅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健康。很多台湾人都会特意选择有蔬菜的早餐，比如说三明治里一定要加生菜，或者点些花菜、玉米等配菜。其实刚开始我觉得台湾人也太讲究了，现在慢慢习惯之后，反而觉得这样特别好。雅文说，每天早上坐下来好好吃个早餐，感觉一整天的心情都不一样。而且因为早餐吃得饱，中午也不会特别饿，不会像以前在上海那样动不动就饿得头晕。说到台湾的早餐文化，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便利店早餐。丽姐，你知道吗？台湾的便利店早餐也很讲究。雅文兴奋地说，
他们家的饭团是每天凌晨现做的，口味特别多，而且最特别的是，居然可以帮你把饭团加热。在上海的便利店不都是冷的速食吗？确实，在台湾便利店的饭团、三明治、关东煮等都可以加热，而且店员会很贴心的问你要不要温热一下。不仅如此，台湾便利店的咖啡也是现煮的，还可以加不同的风味糖浆。刚来台湾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太麻烦了，为什么什么东西都要加热？雅文说，后来我老公告诉我，这是因为台湾人觉得吃冷的东西对身体不好，特别是早上空腹的时候。现在我也习惯了，感觉热热的早餐确实比较舒服。这种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在台湾的饮食文化中处处可见。比如说，很多早餐店都会提供五谷杂粮饭团、全麦吐司这样的健康选择，而且他们的酱料也很讲究，不会太咸太辣，都是比较温和的口味。丽姐，你知道最神奇的是什么吗？雅文继续说，在台湾，不管是高级写字楼还是工地，早上都会看到外送员送早餐。而且很多公司都有早餐补贴，每个月发几百块新台币的早餐券，鼓励员工好好吃早餐。这确实是台湾职场文化的一大特色。很多公司都很重视员工的饮食健康，会提供早餐补贴或者直接订购早餐给员工。这种文化在大陆的一些企业也开始流行了，但是还没有台湾那么普遍。还有一点让雅文特别感动的是台湾早餐店的人情味。有一次我感冒了，早餐店的老板娘特意帮我把豆浆多煮了一会儿，还加了一点姜汁，说是可以去寒气。雅文说，这种细节真的很暖心，感觉就像是自己家人在照顾你一样。在台湾，很多早餐店都是家族经营，一开就是几十年。他们不仅是在做生意，更是在经营一份人情。老顾客来了，还没开口就知道要点什么。遇到下雨天，会主动帮客人把外带的食物包得特别严实。看到客人心情不好，还会温暖地问候几句。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台湾人这么重视早餐了。雅文感慨地说，因为早餐不只是填饱肚子，更是一天生活的仪式感。看到街坊邻居在早餐店打招呼，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晨间新闻，感觉整个人都被温暖包围着。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句话，一个地方的饮食文化往往反映着当地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台湾人重视早餐，其实也是重视生活品质，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这种文化差异确实需要时间去适应。就像雅文说的，刚开始我觉得特别不习惯，觉得台湾人太讲究了，但是住久了才发现，其实是我们太忽视早餐了。现在我也养成了每天好好吃早餐的习惯，感觉整个人都精神多了。说到台湾的早餐文化，还有一点特别让雅文印象深刻，就是台湾人的饮料执着度。丽姐，真的太夸张了。雅文说，在台湾，早餐如果没有饮料，他们会觉得好像少了什么。而且饮料的种类特别多，光是奶茶就分红茶奶茶、绿茶奶茶、奶茶冰、奶茶热、半糖、无糖等等，比我们平时喝的手摇奶茶还讲究。确实，在台湾的早餐文化中，饮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除了传统的豆浆、米浆，还有各种茶饮。最特别的是，很多早餐店都有自己特制的饮料配方，比如说炒奶、冰火奶茶、厚片吐司奶茶等等。我老公说，台湾人喝饮料是有执着的。雅文笑着说，比如说冬天喝热豆浆，一定要烫口才够味儿；夏天喝冰奶茶，冰块一定要够，不然就觉得没劲。而且他们特别在意饮料的口感，连珍珠要不要 Q 都很讲究。Q 这个词在台湾用的特别多，形容食物有嚼劲、有弹性，这也是台湾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不光是珍珠奶茶，就连早餐的吐司都讲究要 Q， 面包片要烤得外酥内软。还有一点让雅文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台湾早餐店的季节性，每到换季的时候，早餐店的菜单也会跟着变。雅文说，冬天会多一些热汤面、热粥，夏天会增加一些冰饮和凉拌小菜，而且价格都不会太贵，感觉老板是真的在用心经营。这种顺应节气的饮食理念，其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现。台湾虽然现代化程度很高，但是在饮食方面还是保留了很多传统观念。经过半年多的台北生活，雅文对台湾的早餐文化已经完全适应了。现在我觉得台湾的早餐文化真的很棒。他说，虽然一开始觉得麻烦，要早起，要排队，但是慢慢就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每天早上看到街坊邻居在早餐店聊天，感觉特别温馨。雅文还说，最近我婆婆来台北住了一阵子，每天早上都要拉着我去不同的早餐店，说要带我尝遍台北的早餐。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台湾人这么重视早餐了，因为这不仅仅是一顿饭，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希望这个故事能给准备到台湾生活的朋友们一些启发。记住，不同的文化没有好坏之分，重要的是用心去体会，去理解背后的生活智慧。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